这本书叫冯远征的表演课，现在很多表演的书都理论性很强，实用性很差，所以我就想写一本相对通俗一点，讲了一些我的经历，一些塑造人物的一些笔记。为什么说这老演员演戏好啊？演技就那3招，但是真正能够让你看到他身上闪光的东西是什么？是他的经历，是他对生活的积淀，是他的文学底蕴，最后导致了他这样去理解这个人物，把人物塑造出来。很多观众来看我的杜甫的时候会说，我原来是看诗圣来的，可是没想到这个你怎么写了这么苦的一个杜甫啊？如果杜甫不苦，他不会写出那些诗。杜甫带他儿子去要过饭，杜甫去和动物去抢吃的，所以他才能写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样的绝句。很多时候都在举这个例子，不要和陌生人说话。这个角色没法生活中去找对应，我就打了妇女热线，对方马上就警觉了，你肯定是一个暴力实施者，就开始劝我，开始给我举例子。那我坚信这个人的存在性，我也坚信这个人的身上的矛盾性，他绝不是坏人，他是一个心理扭曲的人，他对梅湘南的每挥动一次胳膊都是对他的爱。那还有一个人物，我就只举一个，就是《非诚勿扰》啊，那个艾茉莉。很多人在问我说，冯远征这个角色是不是特别难演？我当时没有觉得，因为我是在上学的时候，我们老师就坚定地告诉我，你们要多观察生活。现在就是我出门呢，到哪儿去，我都会下意识地观察生活，是一个职业习惯了。你比方说人面对生死的时候，我在台上演出的时候，我父亲在这边去世，当我给家里打电话，我爱人一接电话，我就意识到他可能已经走了，那我眼泪已经有流下来了。我当时在想，就是说到医院的路上，我可能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，恰恰相反，很冷静的把车开到家，很冷静的接上我爱人，很冷静的到医院，直到那个冰柜打开，看到我父亲那张脸的时候，我才流下眼泪。隔1年以后，我在录《艺术人生》的时候，我当时在现场谈到这段，我已经控制不住，就哭得不行了。但是当我现在在谈的时候，我就是觉得在谈别人。我将来遇到这种情况下的话，我一定是按照生活当中的很多真实感去做。上中学的时候，那会儿是80年代，当时我是被教练来了以后就挑中去跳伞。我那会儿就想当陈景润，就是哥德巴赫猜想的那陈景润，一跳下来我就喜欢上了，所以就觉得高考对我来说不重要了，高考也考不了了，那怎么办？当临时工吧。我还做了1年拉链，接受现实，最后不喜欢，突然被人家带着去学表演了，就一路走下来了。年轻时候的决定不是说深思熟虑，可能带有赌博的性质。其实之前我在剧院，谁结婚谁离婚我都不知道。12、13年左右，突然有一天觉得啊，谁退休了，然后突然发现再排队的话，就我又该退休了。你会意识到，哎，上头没人了，所以突然有一种责任感，然后那会儿就开始骂街了，就是所谓的骂街，就是表现哪儿不好就是什么呀，就骂，就训人家一顿。正好有这么个机会找我谈，说能不能管这个事儿。杨立新正好退休，所以就决定接手了。首先管100多个人，新的话剧里头有一半不是北京人艺的人，都外请了，那怎么让他们回来？包括演员家里有问题了，他找到你，你也要去做工作。其实也有很多压力，但是克服呗，就是以身作则，我觉得最重要。那么我觉得先给他们种树，不一定枝繁叶茂，先让这棵树长起来，然后再退休，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？